小家伙忽然用小手抹去泪水，强行挤出一个灿烂的笑来。阿英笑起来最好看了，我的小阿英，要一直笑下去呀！蓝忘机被他湿漉漉的笑扯得心口都疼。魏婴，不开心便不要笑了。小家伙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笑险些垮下去，却依旧用抽泣的奶音解释道：阿娘说阿英要一直笑下去，阿娘喜欢阿英笑。蓝忘机却打断他，直视着小魏婴的双眼。魏婴，他一是想看你开心，不是这样，你这样强撑，你不开心，他不想这样。小魏婴愣了愣，忽然小脸垮下来大哭起来，发泄似的，似乎要把所有力气用掉，把所有眼泪哭干。小小的奶包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，把积压的情绪彻底倒了个痛快，无数片段走马灯一般闪过，被眼泪冲刷干净。阿英，来，过来，来阿娘这里，慢点，慢点，阿英真棒，这么快就学会了。不亏是我生的，对不对呀，他爹？像你好，聪明。哈哈哈，也像你，阿英在这里陪着阿娘，爹去买糖人。好，阿英你看，花灯漂不漂亮？漂亮。阿英，坐稳。嘿嘿，你爹的肩膀原来可是你娘我专属的，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让给你。阿泽，我想要那个灯笼，阿爹。阿英要吐吐的。阿英你看，小狗狗可不可爱呀？可爱。阿英，去告诉你阿娘，吃饭了，莫要看画本子了。阿英不怕，阿爹在呢。阿英，笑起来真好看。我的小阿英啊，到底还在病着。小奶团被少年搂在怀里，尽情大哭了一场，手里还握着糖葫芦就睡过去了，一张小脸煞白的，全是泪迹，梦中也抽抽搭搭的。蓝忘机轻轻摘下他手里的糖葫芦，轻声哄了半晌，小孩子才平静下来，乖巧的团在蓝忘机怀里，暖乎乎的胃贴在心口。清恒君走进来，看着两个孩子说不清是什么感觉。父亲。奶团略有些被惊动，在蓝忘机胸口蹭了蹭，奶乎乎的用小手软软的扒住少年的脖子不放，奶白圆润的小脸蛋堆在他锁骨处，整个小家伙绵糯的像是块软膏，被少年安抚的拍了拍便再次沉沉睡去。清恒君看着不由得心里发软，再一看小儿子那老老实实抱着的样子，便更觉得有趣。这孩子小时是个受了大苦的，你若是想留他，必得对他上的千万分心思，方才能让他活得自在。男人叹道，大手轻轻撂在少年肩上捏了捏，他原是个有爹娘疼的好孩子，突遭变故，从云霄到泥潭。你若平常对他，他便会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，处处小心，不会快活的。这孩子的品性你应是比我还懂，我若做主将人留下了，他看着蓝忘机淡色的眸子，你会万日如一日的好好待他吗？会。比他矮了一头的少年毫不犹豫。忘机，你想清楚。清恒君笑了笑，就算你把他养大，他以后娶妻生子离开你，你也会好好待他。会。依旧是没有半分犹豫。清恒君笑了笑，拍了拍少年的背，好，这孩子的性子同他一样。那便记住你今日所说的话。清恒君看了半晌那小家伙，到底是没忍住，伸出大手轻轻捏了捏孩子软嫩的奶标，忍不住感叹，当真可爱。蓝忘机，清恒君抬手揉了揉小儿子的头，你幼时也是如此可爱，白白嫩嫩的一个奶团，却总爱绷着小脸，小大人似的。只可惜那时我闭关，不能常见你。你3岁那年中秋，我出关，阿焕欢欢喜喜地围着我打转，你却只藏在杞人身后，怯生生地看着我。蓝忘机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这段往事，听得一猛一猛的。我递你糕饼，你都往回缩，我不知如何哄你，只能一把抱起来扛在肩头，想遇见带你飞一会儿逗你玩。男人回想起来，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结果飞得太高太快了，若非起人拉着我，你恐怕要生生吓晕过去。那时你也是太小了，根本受不了那么高，怪我未能时常陪在你身边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唐风缓缓地流入内厅，撩起一片甜甜腻腻的花香，也掀起了那人的广袖。男人把少年挡在身后，关了窗子，然后就那么背对着他，半晌不语。些许浮尘在春光下慢慢的沉落，安安静静的。蓝忘机也不说话，只是一下一下的安抚着怀里的孩子。乌云盖日，阳光被赶得折了许多，
恰好露了一些在小魏婴安稳合着的眼睫处。小家伙皱了皱眉，抓着蓝忘机的衣衫，奶声奶气地哼唧了几声，无比自然地翻了个身，将另一边脸蛋摊在少年肩上。蓝忘机忙往后挪了挪，让那斜阳不再惊扰了怀中人的美梦。奶团满意的打了个哈欠，才奶似的软乎乎的用小手轻轻按了按少年的锁骨处，咕哝了句二哥哥。蓝忘机顺了顺他拆了绷带的后脑，毛茸茸的。睡吧，我在。小孩子极为受用，吧唧一口亲在少年白皙的脖颈处，睡了。不知何时养成的习惯，自那日亲了非但没被拒绝，还搂在怀里睡了后，这小奶包每次睡前都要亲上蓝忘机一口。噗！前头传来抑制不住的笑音。金恒君见自己小儿子红着耳根不敢看他，上去有些不雅，正地胡乱揉了揉少年整齐的发型。不错，不错，他如此这般依赖你。忘机，我知你定不会负他。他现在才这么一小点，心性你是知道的。忘机，这孩子就算多苦，本心也是干净的很，你要信他，重他，护他，但也要让他明白这世道有多苦。以后若是遇到心怀不轨之人，我护他。琉璃眸淡淡的，其中的坚定却浓得化不开。清恒君微微低头看着蓝忘机，可他总是要长大的，可以独当一面。雏鹰不能在崖壁里躲一辈子，他必须长出爪牙。蓝忘机低头看着小家伙手背未退的血痕，他会长大，长出爪牙的。我会陪着他，护着他。所以魏兄真的变不回来了。聂怀桑险些丢掉扇子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江城。江城面色有些不好看，不光变不回来了，还他妈要不回来了。不等他卖关子哼唧出个所以然，蓝曦臣抱着书简从拐角笑盈盈地走过来，聂怀桑领着一众少年哗啦地围上去。曦臣哥，曦臣哥，魏兄，他真的变不回来了。大家还有些接受不了，那么大一个活蹦乱跳、滋哇乱叫的魏无羡，去趟夜猎就缩水了。缩水了不要紧，要紧的是竟然还变不回来了。